长城破，哇，好一点，长城破，有点体力不支了。长城破，这才是咱们中国真正的抗日奇侠。擂台上台风彪悍，连环腿8次踢飞日本狂人，日本狂人被踢得当场怀疑人生。而这位血气方刚的中国勇士就是来自河南的天才少年王顺利。王顺利自幼便在塔沟武校学习散打和武术套路，基本功非常扎实。虽然王顺利年纪不大，但在对战日本选手时绝对能打出我们国人该有的血性，曾凭借拼命三郎的打法暴揍过10多位来华惹事的日本选手，因此王顺利也被拳迷朋友们称之为现实版的抗日奇侠。而今天他的对手正是来自日本的空手道冠军原田显悟。这家伙来华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疯狂捞金，并且仅靠一个空手道冠军的头衔便在中国捞得盆满钵满。然而这家伙却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在连续击败几位中国选手后就变得自信且猖狂，一边在中国捞着票子，一边叫嚣中国功夫都是垃圾。殊不知他这次却踢到了一块真正的钢板。咱们的中国小将王顺利最痛恨的就是这些自以为是的日本狂人，可想而知这次这个日本狂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。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王顺利是如何在擂台上收拾这个家伙的。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。比赛开始后，王顺利毫无试探之意，上来就是一记高鞭上头，日本选手也是不遑多让，立即突进内围展开贴身肉搏。不过王顺利可不管37、20几，打的那是相当凶猛，很快便抓住机会将其狠狠地摔翻在地。然而起身后的日本选手明显不服眼前的毛头小，恶狠狠地盯着王顺利。那么既然如此，王顺利也不再客气，直接把嘲讽技能全部拉满。今天不仅要将你彻底打服，更要诛心。对，就一路追着打，打得非常的这个有攻击性。然后王顺利呢是个攻击型非常强的选手。王顺利始终贯彻极具侵略性的打法，一有机会便向对手发起猛攻，丝毫不顾及体能的储备问题。可见王顺利还是非常有民族情节的，在暴揍日本选手这一块绝对有一套。而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，使得日本选手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，只能疲于应对，根本无力还击。可见即使日本选手的背后有拔罐印子的加持，也摆脱不了被王顺利狠狠暴揍一顿的命运。对，三不行啊！但是像他这个年龄的选手啊，你看他的体能以及他的这个身体条件都非常好。全有胜，对，你再加上这个非常好的这个心理素质哈，所以只要发挥的比较正常，想取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应该不会太难。气势在那撑得住。对，这种打法让我不知不觉会想到接下来会出场的包哲。王顺利的进攻态势丝毫不减，一边嘶吼一边向对手发起猛攻，直接将日本选手打得节节败退，仓皇逃窜。随后更是一记神龙摆尾直击日本选手面门，这一脚威力惊人，几乎将日本选手直接踹出擂台。日本选手原本以为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占着正票子，但如今看来，不仅要跪着，甚至还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医药费。漂亮！他的场内教练在给他这个提示，一旦的裁判宣布开赛之后，就用拳法组合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王顺利继续保持着强烈的进攻态势，二话没说就是一个大脚丫子踹脸。但不得不说，日本选手的皮糙肉厚几乎超过了王顺利的预期。王顺利本以为可以首回合 KO 对手，但属实没想到这个日本选手就像一只打不死的小强，硬生生扛下了所有重击，还能像个没事人一样，并且还能组织进攻发起反击。见状，王顺利下手也是愈发凶狠，即使打不出 KO， 也要让这个日本选手脱层皮。对，他的移动性很好。
王顺利相比之下也是手长腿长的，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。基本上他一出腿啊，对王顺利这边就准备了出拳了。王顺利不愧是真正的抗日奇侠，在面对日本选手时个性张扬，台风彪悍，挥出的每一拳每一脚都恨不得将这个日本选手直接打死擂台。相比之下，日本选手虽然在抗击打能力上有所表现，但他的进攻手段却与王顺利相差甚远，绵软无力的攻击根本无法对王顺利造成实质性的威胁。他没有被虚实每一个。不能打，不能打！三点着地，不能打。在我们队当中，翻体称包括当进入后脑非常强。你看，王顺利整个过去。日本选手的这个拳法确实没有什么优势，而且到第二回合也没什么力气，速度、力气爆发都不够。可以看得出，日本选手这几年在中国活的那是相当滋润，人家打比赛都是左青龙右白虎，可他倒好，弄了满背的拔罐印子。不用多说，这家伙肯定经常出入娱乐场所享受生活，要不然也不能出拳这么无力。但这家伙毕竟是日本的空手道冠军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我拳哦，我更多的还是因为但是好像发几年。顺利还是打得太放松了一点。我觉得如果他能就是集中目标哈，就有目的性的进行一次进攻的话，那 KO 的这个概率还是很高的。他有重击，但这种重击相对来说目的。比赛直接来到第3回合，刚开场王顺利并没有着急出手，然而日本选手却不嫌事大，率先扫踢发起进攻。见状，王顺利这火爆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迅猛的组合连击直接将日本选手打得慌忙后退。接着王顺利继续加大火力，将日本选手逼到角落后又是一顿暴揍。没有什么悬念，就看这个王顺利能不能在第3回合 KO 对手。打疯了，今天王顺利真的是火拼开始。他的场面教练一直跟他说不要乱，不要乱。直拳，对，直拳面中。实力王顺利的还是前后手的这个拳法有发生。对，多用拳，对方那拳弱嘛，我就多用拳。上。王顺利的体能也更好一点，日本选手明显有点这个，有点体力不支了。你就要加强你的拳法，这分前手拳和后手拳，刚才用后手拳打中，因为明显看到日本的原田显悟他的拳法一般比较弱。哇！已经连续3次被扫倒在地上了。此时的日本选手已经被打成软脚下，体能出现严重下滑。面对有民族情节的王顺利，是打也打不过，逃也逃不掉。一旦自己反击，那么迎接他的将是王顺利更加凶猛的进攻。反观王顺利的状态却是异常火热，体能像是取之不尽，想尽一切办法来暴揍日本选手。应该是腿部还是遭到重击了。对，日本选手，你看连站起来腿是有点软。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原田显悟，体能上出现问题，控制的非常厉害。我就用拳，不断的重击，你看这很少见的，但是还是在坚持，对，所以说我们说会一直坚持到比赛结束。这组合有了，对，哎，2拳加一吸，现场的观众都希望他们 KO 对手，但是你看原田显悟的抗压得多强，真的跟个不倒翁一样。你看他要倒，已经很软了，但是还是站着。还有10秒。
我觉得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应该给双方的这个运动员都点。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终于结束，估计就连日本选手也没想到今天的捞金之旅会如此艰辛。虽然没被 KO， 但结结实实的被暴揍了3个回合。就这样，王顺利不负抗日奇侠之名，3回合8次击倒对手，直接将日本选手打得怀疑人生。王顺利好样的！对此大家怎么看？